细节背后总掩藏很多迷茫。铺满荆棘的路上充满未知方向，粉碎摧毁那虚伪幻想，逐渐付出真相，热血才有力量。现实的伪装制造很多假象，永恒不变是坚守炙热的信念。拨开乌云的天空，融化寒冷冰霜，信念给我力量，冲破迷雾的坚强。撕下伪装的面具，换沉默一个结局。不管真相有多锋利，不畏惧，只顾为正义延续。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刘东海没有死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不走的话，小林他就不会。放我庄家！千莲，你要是抓不住那个人的话，我绝不放过你！放开我！刚才的审问我都听了，你们怎么看？虽然王超情绪比较激动，但就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，我认为他没有犯罪的动机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物证和尸检的情况吧。我们对死者下体擦拭物做了一个经斑玉实验，检测出呈微弱的阳性，但是 DNA 检测不出任何人的属性。下体有明显的挫伤，且分布均匀，说明死者跟凶手有过性行为。没有检测出避孕套外部的油脂成分，说明凶手没有戴套。如果王超真的是杀人凶手的话，这一点更说不过去。他有什么理由要杀了自己的前女友并且奸尸？而且，他女朋友身子里还怀着他的骨肉。除非那个孩子不是他的。现在所有物证都指向王超。这个王超个性冲动，目前也不能排除是激情杀人。张彪，尽快拿到2个人的 DNA 比对。好的。林当，你再去走访一下赵雅琳的闺蜜，看看她那边能不能得到新的线索。雅琳压抑自己太久了，内心的枷锁好像一下子都释放了。不过王超喜欢她是真的，恋爱的时候，王超说要给她最好的生活，2个人还一起租了房子。王超把这个当成他的奋斗目标。王超开着个豪车，看起来像是个富二代，但其实车是2手的。雅琳也懒得解释了，但他为人有情有义，开朗自由。雅琳应该也是被他这点吸引了吧。可是3个月前，王超突然联系不上了，雅琳突然急火攻心，病了一场。你别太傻了，自己的身体最重要，照顾好自己，好吗？答应我。最后才知道是怀孕了。她说哪怕亡命天涯，也要跟孩子有个完整的家，甚至准备出国。考虑到日后生活的费用，她选择了向同学们借款。其实我可以借给你这笔钱的。我还不上的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总不能害你吧？等以后同学聚会，大家一提起赵雅玲的时候，肯定会说，没想到她居然是个骗子。那你后悔了？骗子就骗子吧，也挺好。
这样就可以永远都不联系，也就无牵无挂。你太傻了，就为了一个王超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他为我放弃了太多东西，这回又背上了杀人犯的罪名。没有人像他一样拿命来爱我。那你想过你舅舅吗？我知道我对不起他们，可你知道吗？我在他们家，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。我每天都要假装很开心，舅舅舅妈每天还要在我面前假装很恩爱。我根本不知道面具下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其实，大家都一样，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挺想我爸妈的，他们要是还在就好了。我就想要一个普通人的生活。后来，我终于理解了赵雅琳的痛苦。作为她最好的闺蜜，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让她在活着人的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。所以在你们第一次询问我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这个情况。在王超藏匿的渔船上，又发现了第3个人的脚印。所以说，王超不是凶手。王超有案底在身，和张雅琳是情人关系，凶手选择他转移警方视线，栽赃嫁祸，这说得通。但为什么要选择赵雅琳下手呢？而且凶手是怎么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找到赵雅琳的？现场也没留下任何的痕迹，这是既残忍又狡猾。王超，赵雅琳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我一直都知道，之前我就想让他把孩子打了，让他过上正常的生活，可没想到我却害了他。爱一个人没错，但是伤了人就要负法律责任。我知道我犯了法，我也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但最后我有个请求，请警官，我希望你们能早日抓到那个王八蛋。带走。你快回去睡觉，听话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陪你唱戏。不用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我真的练了好久了，我可以的。真的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这是近10年来我们最大的恶性案件，因为死者的脸谱画像，老百姓又开始议论纷纷。有的人怀疑之前的凶手没有落网，有的人怀疑又要发生连环命案。上级对我们施加了不少的压力，所以要抓紧。这个案子进展的速度一定要快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。我想忘记了维系我内心的准则，那些无力的难题无时无刻等着复合，爱不在状态。
姿态，一场只属于自己的辗转反侧，逃不开的挫败，已变成躲不过的无奈。还好没放弃，始终有信念拯救，爱让我成就。哟，大专家，大热天的干练呢。要不这样吧，上车吧，我带你一段。不用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打赌，半个小时之后你得求我爬上我的车。不信。不上拉倒，走了。爽。金大爷，这是我们龙帆市的特色，你确定不尝一下？下次吧。你吃的也太快了吧！吃饭太快，食物不能完全切割，也不能充分的和消化液融合，就不能快速的进入胃里。大脑来不及做出吃饱的反应，就会导致饮食过量，导致发胖。其实咀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消化。可以了，你别吃了，让我胖，让我笨，好吧？你这样破罐子破摔是找不到男朋友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没男朋友？你有男朋友会和我一个大男人合住吗？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李队打的电话说，城中村和西街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件。死者脸上有什么异样？好像没有。男人女人？男人，死者叫杨峰，今年50岁，是河西街街道主任。今天早上6点45分，河西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，说杨峰死在了家门口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秦法医，辛苦啊！哎，大宝，刘所呢？在前面呢。哎呀，老领导啊，真的好久没见，我都想你们了。你这嘴老这样。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省里来的大专家秦法医秦明。路上辛苦了，我介绍一下情况。死者呢叫杨峰，
是咱们河西街的老人了，昨天正好是他的生日。来吧，你们看吧，这就是现场。现场已经很乱了，我们只能靠猜测来分析我们这个事情。来，你看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凶手应该是在这里行的凶，然后把死者推到门口。你看这个推拽的痕迹，即便有别的血迹，我觉得都已经被掩盖了，也找不到了。这不太像拖拽的。你看地上有血手印，死者应该是从这里直接爬过去的。我问一下，现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血鞋印？我们在接到报案之前，很多路过的群众认为死者还能有救，就进入了房间，所以现场就被严重的破坏了。这里面很可能也有凶手的嫌疑，有办法对那天进入现场的群众做一个排查吧？不太可能。但是你看这个酒没有？我认为凶手是以送礼为名，得入房间以后才得以行凶。这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死者自己拿出来准备喝的。总之，对上面的指纹做一个检测。我们先看血啊，是大片的滴落状血迹，不是喷溅状，说明呢受伤的是重要脏器，没有伤到大动脉。然后呢，这样的血迹呢，显然死者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爬向了门口。啊，对了，血迹的 DNA 做过检测了吗？做过了，我们一共提取了25份血迹，但是呢，血样里面呢，除了死者以外，没有任何其他别人的血迹。那外面有监控吗？城中村马上就要被拆迁了，所有监控半个月以前被移除了。那就没有办法确定其他的痕检区域了。所以，我要提取周边人的血样，啊，进行比对吧。我们没有 DNA， 提取周边人的血样有用吗？你先取啊，我有办法。大专家，你呢可能刚来，不了解这儿的情况。城中村呢比较特殊，对吧，刘所？来这儿的呢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打工者，然后他们呢普遍法律意识比较淡薄，出现什么问题呀、矛盾啊，他们解决的方式经常是违法的。哦，你说的和提取样本有什么关系吗？因为城中村处在一个拆迁的阶段，民众矛盾容易激发，杨峰又处在一个很敏感的岗位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不排除引发群体事件。而且我们警力确实有限，你要大面积的取样，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。警力有限，不就应该做更有效率的事情吗？不是，我们在现场就没有做有效率的事情吗？重证据轻口供呢，早就是现场的侦破思路了，这才是法医科学的用武之地。你就算现场情况再复杂，也不能干扰了侦破思路，知道吗？这样吧，杨峰有个弟弟叫杨雷，一直在外面打工，待会儿会过来认尸，我们先去看看。走。是你哥吗？是。节哀顺变了。杨雷，在你的印象里，你哥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得罪了什么人，或者是有什么仇家？我哥是个老实人，他是公务员，他都秉公办事。你哥主要管的都是拆迁事宜，这中间牵扯的利益者比较多。我哥要是有那个歪心思的话，我就不用出去打工了。我哥没得罪过别人，他也没帮过自家人，我想不出来谁要害他。警官，我能不能把我哥带走？不好意思啊，他们的尸检工作还没有开始。死者身上有6处刀伤，5处顶上胸口，很常规的伤口分布，就是有点密集。每2处创口之间的距离不超过20厘米。
最后一刀呢，直接进入胸腔，顶上了心包，心脏破裂。这样的话，送到医院做手术也很难救活了。刀口呢，基本上集中在左侧的胸腹部，还有左侧的腋下。其他地方没有见到什么伤痕，也没有见到什么挤压伤。说明凶手是右手拿刀和他正面接触的。死者杨峰左侧身中6刀，3处在肌肋部，3处在腋下，其中有2刀直接砍断了肋骨，最后1刀是致命伤，直接捅破了心脏。凶手的力气很大。伤口的位置显示，凶手应该是右手持刀和他正面接触。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先刺向了杨峰左侧上腹肌肋骨，然后杨峰爆头性闪躲，最后把左侧的腋部暴露给了凶手？我们在沙发的后侧发现了大量的滴落血迹。如果凶手把杨峰逼到这个位置进行行凶，他就没有地方躲避了，只能反射性的抵抗。杨峰的这6处损伤，每2处创口之间的距离不超过20厘米，也是说明了这个问题。可杨峰确实是在室内遇袭的。酒瓶包装盒上查出指纹了吗？指纹只检测到杨峰的，没有凶手指纹。凶手要么是擦掉了，要么是戴着手套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看来刘所之前推断的没错，凶手应该是借着送礼的名义敲开了杨峰的门。杨峰把凶手带到了客厅，所以说2个人应该是认识的。所以说是熟人作案。杨峰主管的是城中村的拆迁事宜，中间牵扯到很多利益者，凶手或许就在其中之一。物证调查有没有进展？根据尸体的伤口来看，皮肤上没有发现护手的印痕。你说没护手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铃铛，你以前是不是在刘所的手底下干过呀？哦，我在城中村派出所干过一阵子，怎么了？那里有卖刀具的店铺吗？哎，金法医，来过这儿吗？我在龙帆待过一段时间，上学的时候总路过河西街，没想到这儿还没拆。马上也快拆了，你还在这儿上过学呀？那我们是校友了。我就在这儿借读过半年。半年也是校友，你肯定知道我。学校没人不知道我，我就是那个学校跑得最快那女孩，那100米、200米、800米记录都是我刷的。从来不看运动会。那广播体操你总参加吧？我就是那个领操员，不，那会儿我还是长头发呢，扎一小辫儿特精神。我站最后一排，没注意过。你不是会跟死人说话吗？你让他晚上来我再抢过来呀！他爸爸都不要他，他只配和死人一起玩。干嘛呢？不许欺负人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干嘛呢？哎，老赵。哎，铃铛姐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你别叫我姐姐姐的，把我叫老了都。有你在啊，咱过日子心里就踏实。
再说，在我心里啊，你一直都是咱们的一姐呀。低调低调，嘘。这位是姐夫。嗨，别逗了，这是我们新来的同事。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老街坊，老字号，街边第一家老赵。有什么事儿你尽管问他。什么事？你这儿有没有一种刃宽3厘米、双刃的刀具？我有3种，全要吗？没有护手的那种。哦，行家呀！这种特制的刀具啊，知道的人少，所以买的人也少。你有最近这1个月的购买名单吗？来我家店买刀具的，我都记着呢。不过，这1个月没人买过这种刀具。哎，铃铛姐，我去给你们冲壶好茶，我们一起慢慢喝，慢慢聊啊。别忙活了。我说了吧，凶手呢肯定是蓄谋犯罪，所以他肯定不会就近在这买刀。街坊邻居都知道，在老赵这买刀得登记。凶手在哪里买刀都无所谓，我来就是要确认有没有这种刀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尸检勘验过了，凶手呢拿刀行凶是自下而上，碰到肋骨位置一定会有顿挫，这个时候他的手会按照用力的方向向前滑行，所以会怎么样？所以，凶手右手的虎口有可能会受伤。没错，很可能会在现场留有血迹。不光现场，如果他逃跑的话，案发现场的周围可能也会有血迹。分离血样需要时间，我建议刘所带1队人，我们带1队人，1队在家里查，1队在附近查。所以你绕了这么一大圈，就是想让我说服刘所是吧？重新取样的重要性我已经说明了，做不做是你的事儿。秦专家，是不是在你的眼里，只有你一个人在处理，我们这些人都不作为啊？我只是想说，明明有更科学、更可靠的方法，为什么还要用上个世纪的做法？你没有在基层干过，不知道基层民警的辛苦。我们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要管。你有你的理论，我有我的方法，随便吧。你用你的脑子，我出我的蛮力，行了吧？让一下，让一下。铃铛啊，其实你是知道的，咱们派出所条件有限，不像那专业搞刑侦的，咱们就这么10几个人手，还得忙活着拆迁，现在一个个忙得脚都沾不着地。老领导，你说的这些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在这干过，我知道兄弟们平时有多辛苦。我一会儿就去给大家买饮料，给大家解解渴。这天太热了。你们新来的这个秦法医，年轻气盛，他只是猜测凶手会用这样的凶器行凶，对吧？哎呀，老领导，他不懂事儿啊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你别跟他一般计较。再说了，咱们破案嘛，不就是猜测，然后找出这其中的可能性嘛，对吧？是，年轻人大胆猜测，我完全支持，不放过他1/1000的可能性。他完全可以凭他的能力，他有经历啊，他去验证他自己的猜测。是，如果他这样的话，他去现场，他取200分，再取500分血样来，他真这么做，我到里头呢，我还给他表扬呢，是不是？哟，生气啦？不是，你真生气了，老领导，你就是为了这么一傻小子，一个愣头青，你跟他生气？我没那么小气，说实话，刚下来这个案子，我这锅还没缓过来呢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那老毛病肩周炎又犯了。来，我好久没给你治治了，你这老毛病就服我。来，放松啊！哎，你别说啊，这祖传的技术还真是不一样，是这儿吧？还真是靠谱。好点了吧？铃铛啊，你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点小心思来。
你为这个小伙子大费周折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什么啊，老领导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不是，我这不就是想早点破案吗？我喜欢他干嘛呀我？但是我说句实话，他这个人吧，虽然脾气大了点儿，脑子不太好，性格呢有点问题，但是他还是真的有点本事的。你看人家每次吧，虽然就是猜，但他猜的都挺准的，我其实还是挺服他。是啊。那个，我再给你按一会儿。哎，不用了，行了，舒服多了。那就这么定了啊。什么事儿？取样的事儿，这说好了嘛，说定了。这鬼丫头。行，就这么着。金法医，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抄近路回家，有事啊？哦，你最近是不是又生铃铛姐气了？没有啊，我怎么会跟她计较呢？我听说她今天就已经在准备取样的事情了，而且她听谁说的？真的，她今天下午就去派出所找了刘所，肯定是因为取样的事儿。哎呀，她就这样，事儿也做了，嘴还硬。啊，你是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家住那边。快回家吧，明天见。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啊，拜拜。拆房子呀你！我在练剑，有何贵干？大晚上练剑？只许你拉琴，不许我练剑哦。练琴可以帮助我思考，你能吗？练剑也能帮助我思考。你思考出啥了？还有一种方法可能比取样更快。根据道具上的模拟结果可以推定，凶手的伤口根本无法用创可贴来处理，所以我们可以从医院入手。你思考出了什么？我在想，怎么让刘所的警民们配合我们提取血样更加的省力。你已经安排去提取血样了？你不信啊？欧淼，提取血样需要走正规流程的吗？
我只是在想有没有更节省时间和人力的方法。现在才想啊？不过凶手呢，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肯定不会去正规的医院的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要从药店入手。贺西有2家药房，明天可以去碰碰运气。这不是碰运气，是反向推理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，晚安。哎，今天之前我以为你拉琴很好听呢。约法3章第4条，不要打扰对方的生活。睁开眼，幻想到你怀中，讨厌这种小冲动，不想再见，怀念着你的气息和那熟悉的坏脾气。告诉他，怕你还没知道，尝出这寂寞味道。放手说不需要，可待开车，我在思念谁，心要放在哪里？强忍着悲伤，向你飞奔去。可待开车，我在思念谁？是为你在呼喊，忘不了那思念。一瞬间，只有你在我心中。I want you， 你在犹豫什么？不用害怕，我们的爱情故事多难记，无所畏惧。I want you， 我还在思念谁，可我还是没知道，曾经我们都在彼此梦中。I want you， 没想起你的脸，守住这爱的梦，看哭在你身后。一瞬间，只有你在我心中。After you。